手打柠檬茶3天赚到10多千，另外一个他们只是卖8万到9万块的生意额，人潮一样，地方一样，为什么你的东西只能够卖到1000块、1500块？你的产品价格适合大众吗？你的 promotion 做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啦，就是让你来尝试咯，好过你把你的 product 推出去市场了过后，才知道说原来你的 product 是 fail 的。你要做一个成功的 F&B 的一个行业，创办人的心态是最重要的。中国品牌他们来到财团比较有钱，暴打柠檬水3块钱，你如果是不能够跟他们竞争上，你真的是会被他们淘汰。Alex，你能简单的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大家好，我是 Alex，我是来自这个 Fulicious， 我们是做 Food and Beverage Expo 的。这样我很好奇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应该是在20年前了，那我已经是开始有创业这个念头了。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说，看到人家做吃，是一个觉得说是一个很好做的一个东西来的，说能够赚到钱，然后我们就从鸡饭店那个东西开始咯。这样可是当时为什么会有创业想法呢？当时的时候也比较年轻，也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想说就是要时间自由啦，不想要去给人家约束，就觉得说我的想法很好，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我这样做来讲上，我就肯定能够成功。趁现在年轻，然后就开始创业咯。这样 Fulicious 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去进入了 Food Expo 这个领域？其实我是对吃这个东西上，我是觉得我会比较兴趣啦，比较感兴趣啦。我吃的东西，看身形也知道了，又贪吃又贪喝。只是刚刚开始，我们 before 做 Food Expo 的时候上，我是做我们是开始 on Coffee and Dessert Festival 先，那个mall 上是没有什么人的，没有什么人潮的。after 我们做了这个 event， 这个3天的人潮上是破了他们 mall 里面的记录。所以我们就发觉到，其实吃上是一个可以做长远的一个行业。我都说它会比较辛苦，但吃是可以让我们可以 focus 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就延伸下去，就把它做成我们的 Food Expo 这个东西。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 Food Expo 上，我们在 Spice 大概只有50个单人，60个单人嘛。然后刚刚开始，可是我们做下去的时候上，也是发觉到，其实很多人也是喜欢这样的东西哦，也是做得蛮成功，所以我们就直接做到现在上，我们其实，在 MCO 那个期间 ，before MCO 的时候上，我们其实已经做到去外州了，除了在槟城，我们也是做到怡保、马六甲、JB、斯兰哦，我们都有去做的。那么现在的一场 Expo average 大概会有多少单呢？现在我们的一场 Expo 上，在槟城啊，从50个单人到现在上，我们已经成功拿到了大概220个单人了，就起啊。所以我们的 capacity 上，能够放220个部分啊，我们也每次都是会去到完满哦，需要满满。需要满，对。像我们其实看到在市场里面有很多 Expo， 其实都是一次性的活动那结束了就没有下文这样子。这样针对这一点，你们 Fulicious 跟其他平台其实有什么不同？OK， 这个问题上，你问的很好啦。就是 before COVID 跟 after COVID 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把整个 business model 上，我们都把它改变了。在 before event 的时候before COVID 的时候上，我们只是做的东西就是OK，单人来了过后，做完 expo 过后就是完了。我们做的东西只是一次性的了。COVID 过后了面对了 COVID 的这个东西过后我的公司我们就换了我们的 business model。OK，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Expo 把它做成一个平台。So for example， 我们讲 Food Expo， 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的单人，我们要怎样去富裕他们 ？After Expo 过后，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们？不只是在 Expo 的时候能够去 promote 他们的产品，或者是能够卖他们产品 ，but after Expo 或者是 Pre-Expo 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时间有这个 opportunity 来去介绍他们的产品给商家知道。然后第二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把我们的整个 Expo 我们去把它做成线上跟线下2个东西。OK， 线下 of course 是 Expo 咯，线上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方法就是through我们的 visitor， 把我们的 visitor 全部把它变成我们的就是 sales person。Through affiliate marketing 这个东西 ，for example， 今天你是一个卖点心 frozen food 的 ，OK，
然后你想要推广你的 product 给更加多的人知道。然后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 OK， 我们有很多 visitor 来我们的 expo 嘛，我们把这些 visitor 变成我们的 member， OK， 然后把这些 members 拉进来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会跟他们讲说，我们其实有这个 program affiliate program，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好像说这个点心好像说 ABC brand 你觉得很好吃，你想要 promote 给你的朋友，然而你又想要赚一点点钱， so why not 你把这个 link share 在你的 WhatsApp、你的 Instagram 或者是你的 social media 那边让人家看到了，如果是相信你的，按了这个 link 去 product 去 purchase 这个 product， visitor 那边他也能够赚到一个 certain 的一个 commission。我们as 一个平台，我们也会有一个 certain 的 commission， 然后以这种方式来讲上，我们又能够帮到我们的 tenant 卖到他们的货 ，promote 到他们的 product，visitors 他们又能够赚到一点小钱，所以我们就以这种三赢的模式啦，就是来推广我们的整个 expo 去到另外一个 level 咯。什么类型的商家适合参加 Foodicious 的 expo 呢？我觉得那些商家有新产品的我觉得他们 before launch 那个产品之前的时候就应该来参加 expo 了，因为我觉得 for example 一个新的 product launching OK， 你要知道你要拿到一些 market survey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做？就是去马路或者是去 supermarket 还是去哪里做？你有一个地方嘛，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来我们的 expo， 去让那些大众来尝试你的新的 product， 让人家知道说你的 product 味道 OK 吗？还是你觉得说你的 product 的价钱适合吗？或者是你要 launch 要开一间公司，你的公司你的 sales person 来卖你们的 product 的时候你的 promotion 的东西 OK 吗？你的 sales person OK 吗？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在我们的 expo 那边是能够让你的公司来做一个 testing before 你去 launch on 你的 product， 或者是你 before 你去开你的公司，就是你开了公司，或者是好像 for example 你一个工厂你没有做了这些 survey，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你就去import， 或者是你去产生了这些 product 全部出来，然后才知道原来你的 product 你的食品是不让人家不能够接受的，或者是价钱太高人家不能够买的，那个时候你才做那些改变的时候你的成本已经是很高了。这样你意思是说 even though 那一些刚刚开始创业的人其实也是蛮适合的咯？对，我是很 prefer 就是如果是你刚刚创业，你更加应该要来参加我们的那个 Food Expo， 因为你就是趁这个机会来知道说你的 idea 或者是你的 product 是不是能够给 mass 的那个人潮就是但是大众能不能够接受。因为有些我们自己创业是有时是我们觉得可以，可是我们没有问过人到底人家能不能够接受。我们这个是我觉得刚刚创业的人他们都会有这个问题啦，都会发生这个问题啦，就是觉得说我的product是最顶了的最好料的，可是人家是不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的，或者是价钱我觉得这个价钱其实很便宜的，可是他们知道maybe 槟城 KL JB 他们的那个价位方面能不能够接受，因为不同区域有不同区域的价钱嘛，所以我是觉得说最重要就是 before 我们开始一个 product 或者是 start up 一个公司，或者是去 import 从中国或者是从别的地方拿一个 product 来卖之前的时候先做一个 survey， 就是来我们的 Food Expo 先。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口味不代表是大众的口味，对，他会告诉你可能太甜或者太腻这些东西，你可以再去做调整。对，就好像 for example 有一间卖甜品很出名的，在槟城有很多间的，就是叫做Chateraze 这间店，他们也是叫他们的老板从日本把一些他们的那些原材料拿过来我们的 expo， 然后就做一个 survey 就给让人家吃，然后教育人就跟人家讲 for example他们用的苹果的 jam 跟普通的苹果的 jam 有什么分别，他们就在那边的手上，在这个 expo 手上就让
那些大众或者是民众就在 try 看，就让他们知道 educate 他们，我们用的料是什么，你平时吃的料是什么，然后他们会拿他们的那个所谓的 strawberry 来，他们 strawberry 的分别跟他们的 strawberry 跟普通的 strawberry 又有什么分别？所以他们就趁这个机会上，他们来到 expo 上，他们不是要来卖东西，而是他们想要 educate 就是大众，就是为什么它的品牌能够的价位是这样高，为什么别的product的价位是这样低，这到底的分别是什么？就趁这个机会来 educate 他们呢。你刚才提到了让我很好奇啊，就是你说刚刚开始创业的人，他可以来 Food Expo、Foodishes 去 testing 嘛？这样 Alex， 你有见过那一些摆摊这样子做 Expo，开始创业，然后做成功的例子吗？你有这样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吗？ OK， 你讲到摆摊上，我觉得我有很多的那个 talent 都是从摆摊开始啦。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也是算我的一个，也是现在已经是成为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了啦。他其实是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摆摊卖那些，不是摆摊啦，就是在巴斯马拉里面卖菠萝包菠萝包，他们是在Johor 这一个地方卖菠萝包的。麻坡上好像是其实我忘记了哪里了啦。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是 join 我们的一个 event 叫做 Hot Air Balloon 的。OK， 从 Hot Air Balloon 那边，然后来摆摊摆地摊，然后摆巴沙兰这样东西啦。After that 他就去了我们的 expo， 在我们的 expo 的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些商家，他觉得说他的那个菠萝包，我老实讲我是非常喜欢，我吃了我就觉得说整个马来西亚最好吃的都是他的，真的。那个时候他还不出名，没有人知道他。直到他来了我们的 expo 过后有一个 cafe 啦我就不讲名了。他就觉得说这个菠萝包啦他也是觉得说他非常喜欢。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有签了一个合约，就是他们会 supply 他们菠萝包去这间 cafe， 然后那个分量好像是一天大概是100个。那个 stack 一天100个 stack， 就是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是慢慢找到那些 cafe 人去跟他拿货了。所以我就可以看到他从以前那种叫做在巴斯马拉里面卖菠萝包，到现在做批发菠萝包了，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哦。这样其实他们除了对大众 visitor 的那个 exposure 之外，对商家之间 maybe 还有一些合作空间。对呀，对，也是这样子一个接触了。对，就好像也是还有一个 example， 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商家还是在卖牛奶的 ，OK， so 他们来卖牛奶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dealer 而已 ，OK， 他卖这下卖这下一下，实际上他就从 dealer 上就把他们就 upgrade 了，变成 distributor 了。OK， 从那一段时间他也能够做到什么东西，就是有一些外国的一些 buyer。他们过来了过后他们觉得说，不错，他们的 product 不错，所以他们也想要把这些 product 把它export 去到国外，就是去到泰国那些地方全部。所以我也看到他们其实不只是说我们的 expo 只是来卖给本地的人，或者是只是卖给 consumer， 其实也是很多机会能够找到你要的那些所谓的 wholesaler buyer都会在我们的 expo 里面出现的。这样 Alex 那我很好奇了，其实3天那样子的 Food Expo event，其实你有看过哪一些商家，他们其实可以赚大概多少钱呢？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啦，一个类型就是那些叫做所谓的熟食就是好像说有一些是他们跑那些巴沙马兰的，说他们跑巴沙马兰他们有一个他也是跟着我很多年了的，每一场他一定会跟我的。他一场3天的 event 里面他能够大概赚到10多千的生意额 ，OK， 只是卖面嘛了。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跑巴沙兰这样的，他们只是卖一个所谓的一个手打柠檬茶这样的东西他也能够卖到整1万块的一个生意额，这个3天的 event， 对。如果是讲说一些比较大的企业他们来的好像有一间是卖frozen food这样的东西
他们在3天的 event， 他们也能够卖到大概整8万到9万块的生意额。3天8、9万的生意额，对，他们真的 ，but of course， 也是有一些人上，他们的生意额上3天里面只可能卖到1000块、1500块也是有的。如果是那些人，他们卖到1000块到1500块的，我觉得他们来了我的 expo 过后上，他们应该更加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应该回去反省一下，他们到底为什么人家能够卖到8万块，人潮一样，地方一样，为什么你的东西上只能够卖到1000块、1500块？是否你的产品适合大众吗？是否你的产品的价格适合大众吗？是否你的产品，你的 sales 的人帮你推那个产品的手上推对吗？你的 promotion 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啦，就是让你来尝试咯。你已经做了不好了嘛，所以你应该回去反省一下啦，然后再重新出发过啦。不好过你把你的 product 推出去市场了过后上，你才知道说原来你的 product 是 fail 的。那么 Alex 啊，这样我们看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对创业有一个美好的想象，他们认为创业就是一个完美的一条路了。这样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吗？创业这个东西上，很多年轻人，其实包括我在内上，我也是会有这种错误的这种想法，就是觉得说创业上就是可以有自由，就是我创业上我可以像睡到几点，或者是创业上我可以好像说没有了公司的约束，没有老板的约束，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想要做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做。其实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来的。就比如说我讲说，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刚刚开始就是从一个 corporate 出来了过后，我们来做我自己的一个生意，就是卖一个鸡饭。我就觉得说，其实鸡饭其实是很容易罢了，就是我 maybe 就是卖一个下午，而下午过后我就可以休息了。其实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概念来的因为你不只是你要花更加多的时间而去把你的事业做得更加好，你的生意做得更加好，你还要想看，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责任不只是你自己而已，而你还要对你的那些 staff 那些工人也是要付出一些责任，因为他们已经跟着你一起，好像说 OK 我做鸡饭的时候那些waiter waitress 或者是一些外劳或者是你的 chef 那些东西他已经跟你做工了嘛，所以你不可以说你不负责任的说这个我不能做了，拍拍屁股就走了。你要想看一下我怎样去每个月赚到那个钱，要每个月讲去把那个钱分给他们，然后我们要想说我们要讲把那个钱赚得更加多，然后让他们有更加好的一个 life。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做企业家应该要有的一种思维，也是那种然后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这样多，我们是想做就做下去了，后来知道就是真的是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多压力也不只是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上永远都后面还有一个人就是不能了，所以我们讲不紧，我还有老板，我还有 manager， 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可是当你创业了，你就是那个老板，你就是那个 person in charge， 你后面已经没有人了，所以你要自己负起那个责任 which is 就是那个责任真的是很沉重的一个压力给你了。像 Alex 啊，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选择创业了，其实是因为不想打工，想要自由。这样对于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打工会比较自由过创业啊，对，因为好像 for example， 你们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啦 ，OK， 我们如果是我们做自己创业了 ，OK， 就好像讲一个example 啊，就像我们如果是我们有 travel 去，好像我们有去欧洲旅行 ，OK， 那个时候欧洲旅行就有时差这个东西了嘛，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们去旅行上，我们就可以放下一些包袱啊，就是一些要烦恼的东西，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就不要去烦这样多。其实是完全相反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去旅行上我会更加大的压力，因为第一
时差的问题哦。就是 for example，我们在欧洲是 maybe 是早上或者是下午，那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是在早上，或者是晚上，所以我们需要等到他们起来了过后我们才可以跟他们开会，或者是有东西可以讲。或者说 maybe 他们在下午，我们已经是在Europe 已经是在睡觉时间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开会啊，也是做一些东西，也是要跟他们讲，所以整个旅程它不会很你想象中那种开心自由的去那个啦，maybe 可能我想比较多，but 有时东西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就要去处理啊，你不能够讲说不会去管。这样来讲，我们看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F&B 创业门槛低，好像很容易做呢。这样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 F&B 的门槛其实是真的是很低的，就是很容易的去做，就是你有一笔资金，你就可以开始了这个整个事业啊。你可以去装修，你可以买材料，你可以请人啊。其实最难做的东西它是叫做怎样去守业，怎样去把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 cafe 这个餐厅怎样把它做得最好。因为 for example 你看吃的这个东西其实改变都是蛮快的，这个局势都是很快的。就像你有钱，你可以去开哪一个 franchise， 你可以开一个所谓的一个奶茶店，或者是你要开一个yogurt 的店其实你开了过后你要讲去守业，你讲去守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是蛮关键关键性，就是很难的一个东西的咯。因为你for example 局势，人家对这个行业，对这个奶茶这个东西，或者对这个 yogurt 的东西是不是没有兴趣，你要想新的东西你一直要想新的东西，或者是你的对手来了，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价位，更加便宜，所以你也是要想一个 solution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全部。然后还有就是maybe 就是更加不同的那个品牌来了，就像我们所谓的讲说在马来西亚有那个所谓的蓝色的品牌嘛，那个 Zeus 所以我听说在中国的一个品牌那个 Luckin 也是要来了，所以他们也是会好像说这些大的品牌他们都会有面对到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些叫做 competitor。然后我们又要想说这个区我们开了这个 restaurant， 开了这个 cafe， 这个区是不是已经是饱和了？那我们又要想为什么人家要来我的餐厅吃？是不是我的材料是最新鲜？是不是最好吃？那有时甚至最好吃也未必有人来的哦。我们也是要想说一些 marketing 的 strategy 或者是 advertising， 我们要去打广告，讲去引流更加多的人来。其实这些种种的东西全部都是会导致到你的生意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啦。OK， 所以你问我门槛高还是低，我是觉得入门很容易，花钱很容易，怎样赚钱这个才是难那么 Alex， 我们看了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想法，他觉得鸡饭档好像很好做，好像很好赚这样子。像 Alex， 你以前有开过鸡饭档了，对，你对这个说法是这样的一个？其实我是有觉得，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鸡饭档是很好做啦，很容易的。其实我做下去的我真的是超级大的压力了，因为我们就讲说我的一个 experience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店，我们早上一开店，要车一到那边，我就很大的压力啊。为什么呢？就是我知道说，我的工人有没有来 ？OK， 因为如果是我的外劳没有来，我整天那个盘全部都不用洗哦，没有人收拾啊。开完店了过后，我就要去买菜，去巴萨去买一些新鲜的材料。然后去到巴萨的时候买回来了过后我要看我的那个厨师或者是那个斩鸡的或者是烧鸡的人有没有来。如果他们没有来讲我又不能做工了。OK，after that 全部东西 prepare 好了过后我又要等我等什么？等顾客上门了。顾客有人来太多，我也很烦恼。烦什么？做不来，太不够人手做。生意没有生意，我又烦。为什么？没有生意，不能够赚钱，这个我也烦。
So after that 完了放工了还要收拾。那个时候上我们是从早上7点就出门了，从到晚上10点这样才有的回家。一切东西做完了就大概整10点了才能够回家。所以你讲说做鸡饭容易，我是觉得说它不容易啦。确实做鸡饭看起来容易，可是有很多细节的东西要去顾虑到，很多人可能就没意识到这一点。对。那么 Alex， 有些人认为我们做餐饮啊，就需要做早市、午市、晚市，做到完。对，这样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方式？这个我其实来是也是有经验on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刚刚开始做鸡饭的时候，我们只是 focus on 这个午餐，然后我做了午餐了过后噻，那个时候应该是经验不足啦，然后我做的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开始人家就觉得说，其实你的店已经开了嘛 ，Why not 你去做买晚餐？所以我就想新的东西啊，就是说晚餐我们再去卖咯，再去开maybe一些煮炒这样的东西，又再去做咯。晚餐做了过后，生意也不是很好，所以有人就讲说，你的店已经开了过后 ，maybe 你可以做早餐啦。所以早餐我又买早餐，我还记得那个早餐叫做Happy Breakfast 没有 ，sorry， 叫做 Sunshine Breakfast 就是主打一些鸡蛋啊、面包那些东西啊。其实到最后了全部东西都做不好，因为你的方向、你的 focus 已经 lost 了。因为我们准备是做一个午餐的鸡饭，因为你的方向不对，做早餐又做午餐做晚餐，做到完全部东西了就是人手不够 resources 不够 lost focus 了，结果全部也讲就失败了。这种长时间经营确实是比较累一点的。像其实你觉得增加产品类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经营 strategy 呢？增加产品类是要看 depends on 看你的 product 是怎样啦，是 maybe 是好像你的 SKU 上是有几项啦。如果你的 SKU 有太多几百样对我来讲，我觉得会让你 lost focus on 你要的 product， 因为太多了每个都是你的那个叫做要去 fighting product， 那到底哪一个是你真正要的东西？然后for example， 就是好像有一些我看到的，就是一些 restaurants这是我 personal 的自己的一个 experience 就是觉得什么东西我都要卖。那我自己本身我卖有鸡饭，我又要卖炸饭，我又卖炸饭了过后，我又晚上要卖那个叫做煮炒，早餐又要卖 breakfast， 又要卖鸡蛋。那我的问题来了，就是我需要 prepare on 这些 product 全部，我又要 prepare 早餐的 product早餐的材料，我要 prepare 午餐的材料，我要 prepare 晚餐的材料，所以这个就已经拉高了我自己的整个公司的 costing 了。然后如果是早餐没有人来就丢掉就浪费，晚餐如果没有人来，他的那个材料又浪费，这个 restaurant 就变成很乱了，就没有了浪费了，就没有了这个所谓的叫做 focus point。这样 Alex， 这样看回去回顾你创业这整个这个过程这样有什么是你希望 maybe 当初有人提醒会更加好呢？其实我真的是我觉得啦好像我创业的初期的时候啦，那个时候是整20年前啦，那个20年前的时候没有这样多的 guru OK， 真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出来创业我们就是凭感觉去做的了。可是现在我们出来创业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高人或者是所谓的 guru， 他们会真的是去指点你这样去做啦。所以我觉得说现在跟以前真的是相差真的是很大了。然后这些所谓的贵人，这些所谓的 guru 真的是帮助到我们很多咯。这样 Alex， 我们很多听众他们可能现在也是正考虑着是不是要创业。对你来讲，其实创业之前有什么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应该要先问自己的吗？for example， 我觉得有3个东西，3个点，我们真的是要在创业前的时候要真的是要问自己看一下啦。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创业这个生意是红海还是在蓝海，就是已经每个人已经做了，还是没有人做过。
我相信，这个 idea 这个东西上，应该是每个人都已经想到了的啦。也是很重要咯，就是你要问自己，这个行业是你在红海或者是在蓝海咯。第二是除了你了解了这个市场之外你还要知道说 OK 我要做这个东西，我的资源在哪里，我有足够的资源在做嘛，钱就是你的资金够嘛。第二就是你的for example 你的那个人，你要叫人家人脉有没有。第三就是 maybe 你的员工去哪里找 OK。 第四就是你的 strategy 你会不会做，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 OK。 除了这个之外，最后一点你真的是要问问你自己 Are you ready， 就是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去放弃一切来去创业。因为创业它不是只是我创业，我只是早上9点我做到6点我就已经是放工了。创业是在24小时，一个礼拜7天，每一天每个小时你都是要在做着你的生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3点都是很重要especially 是以下最后的一点，就是 Are you ready。这样确实，我们要开始要去创业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需要一定的 commitment， 尤其是在做 F&B， 因为你要开店嘛。这样如果一些听众，一些年轻人，他们正在考虑要进入 F&B 这个行业，这样他们如果他在开餐厅之前呢，或者他在做规模化去生产他的商品之前，这样你会怎样去建议他们去做一个 testing？ 有没有一些比较低风险的方法去 launching 的吗？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来参加那些所谓的叫做 Food Expo 啦，就是好像我们讲的这样的美食展，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美食展。因为在这个美食展里面你就是有一个机会在3天里面接触到整几万个人，就是那些人全部就是能够知道说可以给你一些 feedback。 OK，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讲的我们 launch 了一个 product OK， before 我们 launch 的时候我们做一些 sampling OK， 就是我们简单来讲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卖一个饼干 OK， 所以我们 launch 了做好那个饼干的 sample 过后我们可以拿去我们的那个 Food Expo 那边去让人家品尝，去知道说你的饼干的口味大众是不是能够接受，或者是你想要 launch 一个exotic 的饼干，就是叫做sambal饼干，你觉得很好吃，可是不一定大众能够接受你的饼干的你去大量生产了过后，你如果那个饼干卖不出，你就是亏本了。所以 why not 你就拿那些饼干的 sample， 你就分给大众来 try 看就是 Food Expo 在3天里面累计有8万人，就是在8万人里面你去 try 了过后，你的口味是否能够让人家接受。第二，价位，你卖的饼干可能你觉得说我这个饼干我放最好的料，我放 truffle 进去，我放金丝粉进去，或者说我放燕窝下去，可是你卖了一个饼干 maybe 一块是50块60块，你觉得哇物有所值，可是是否大众能够接受你的价钱，这个也是你要考虑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三就是你的团队，你已经有了一个团队，你组成了一个团队了，所以你的团队如果要把它推出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的团队是否有这个 experience 帮你去卖，帮你推这个产品。 OK， 第四就是你要什么东西，就是你的 marketing plan， 你的那个叫做 promotion， 或者是你的 marketing 要讲去推广这个东西 work 嘛。maybe 好像说 promotion 2包送1包，大众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全部我觉得都是会在 expo 里面或者是这个美食展里面都能够让你去体验这些东西，好过你出产了，或者是好过你去代理了，好过你去开了一个 restaurant 卖了这些 product 过后才发现到原来你的 product 是大众不能够接受的，到时候你才讲说我们要stop， 或者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方向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的成本已经是太高了。因为我们做生意这个是我 personal 的一个意见就是我们的 resources 有限，
我们也不能够花太多的钱在于去做那些 testing 啊，因为你 test 了过后不能，因为在 test 了不能，你有多少的钱、多少的资金让你去做那些 testing 的东西。对我来讲，我们应该做生意，我们要很精准 ，test 过一次 ，survey 过做一次，问清楚人了，知道价钱，知道口味，然后是很精准的去把这个产品推出去，这样我们做生意我们才能够成功。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尤其是年轻人刚开始之前，因为他们可能 miss 掉一点是在于他认为怎样，but 市场可能不是这样想，那个 product market fit 的，所以 might as well 先去 test 了，市场告诉你啊，你再去调整你的 product， 再来 launching。对对对，这样 Alex， 你认为啊，哪一些因素会决定一个 F&B 创业的成败呢？我觉得最重要是他的创办人了。创办人就是你的决心哦，你要讲去做这个product，或者是你的创办人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决心啦，就是要去讲去做这个东西。是否你是做了这个 F&B 的东西，是你只是开来玩玩，或者是因为你无所事事不知道做什么东西，或者是你给有些是你的家人逼你出去做一些东西。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一个 F&B 的一个行业，我觉得创办人的心态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就是你那种心态上，就是你是否能够 all out 的心态，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东西了。So let's say 啊，做 F&B 行业的商家啦，但是他们在没有很大的一个 budget 的情况之下，可以怎样去采用怎样一个策略去宣传自己的生意呢？OK，for example， 如果是你讲说你的 budget range 啊，会到1000块，或者是这样啦。OK，1000块，我会觉得说你们可以去做一些 social media 的，就是一些广告咯，在 social media， 因为 social media 是可以讲说是最便宜的一个方式来去推广你的产品啊嘛。for example，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去拿那个1000块去打广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视频 ，OK， 让你的 product 让更加多的人看到咯。OK，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啦。然后第二上，我们可以做的东西上，我们可以去像说一些市集，或者是一些比较去租一些地方，好像在咖啡店啊，或者是在哪里上去做一些 sampling 啊这样的东西咯。OK， 然后好像刚才我讲的市集，你可以去在市集里面上开一个档口 ，OK， 来去promote你的产品。然后我相信一个市集你2天大概只是一个100-200块就可以promote到你的产品了咯。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是你在没有budget 的情况之下上，这几个东西你都可以去尝试做了。那么 Alex，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商家他们会做类似99 cents 这样子的促销活动啊。这样你觉得商家做促销其实他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吗？你讲到99 cents 啊，我就想到以前我做鸡饭店的时候，我开店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做一盘鸡饭99 cents 哦。鸡饭99 cents 吗？啊，对哦，只是我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有做99 cents的鸡饭啊。那个时候上，我一开张的时候上，我做这个99 cents的鸡饭店的时候上，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刚开张，我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上，我就做了这个促销，而当天开张的那2-3天里面上，他来的人潮上是多到我不能够去 handle 的。所以他就是我做到了，我要搬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太太、我的还有什么我的亲戚上也跟我一起去捧那个鸡饭出来，就是弄到我们真是很嘎啷嘎不。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要推出这样的产品，或者是这样的 promotion 的时候上，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是否已经是 ready 了，是否你能够 cope on 这样的东西。因为很多餐厅上，他们就一开始的时候上，就是还没有 ready 之前上，就已经推出这些东西了，这些爆品，所谓的爆品啊，然后 customer 或者是他们 customer 上来了过后上，他们就有一个 bad 的 experience 对，因为你不能够给他们到最好的 service， 而导致到以后上，人家就觉得说，其实这间店这 service 不好的。然后 service 是一样东西咯。第二，你做了99 cents，你卖多了过后
你的产品的质量啦，或者是你食物的那些 quality 啦，是否能够 maintain 着你平时卖的 standard rate 的那个所谓的quality。如果不能，我觉得你不应该要这样做了，你等到你 ready 了过后才做。这个是我自己一个本身的一个经验啊，因为我甚至做到这样，我做到啊，我不能够呼吸，我要走出去我的那个鸡饭店外面啊，是深呼吸，太多人了，太多人了，真的是太多人了。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经验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看现在如果开餐厅啊、开 cafe 啊这些，很多人一刚开张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宣传了，开始找一些foodie啊来做一些这个宣传啊，posting 啊，不小心引来的这些人潮啊，有时候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cope with，对，就变成好像 Alex 你提到可能 bad experience， 对，可能会写一些不好的评语，或者他们可能是写好的，留言是不好的，就造成了一个反效果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是你刚刚开张，或者是你刚刚 start up for 这个 business， 慢慢来没有关系的，你先做，要有一个很好的 planning 啦，而不是我一开张我就要有几千人来、几百个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上，它只是在开始的时候上，人家讲开始的时候的一个 hit 罢了 ，after that 上就没有了。然后你如果是要了这个开始的这个 hit 啊，而你又没有准备好，你就会把整个事情上，你会把一个好好的一个 restaurant 上就弄搞砸了。像 Alex， 近年来我们看到有很多中国企业或者中国品牌开始陆陆续续进入马来西亚市场。这样你怎样去看待这个趋势呢？你认为本地的商家在接下来这几年会有怎样一个商机，还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呢？我觉得商机也是有，风险也是有的，两个都是会有的。首先我们先讲风险先啊，就是因为那些中国品牌他们进来的手上，他们财团就是比较有钱，他们能够做更加多的那些 promotion 那些东西，全部就好像我们讲说那个蜜雪冰城，那么来到上他们一个那个暴打柠檬水上才3块钱罢了，我相信这个3块钱上的价格啦，会比外面刚刚那个咖啡店的一杯水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价格罢了。或者是你可以讲说，我们去 7-Eleven， 我们去买一个罐装的瓶水，一罐装的水啊，也就4-5块钱嘛，对不对？可是暴打柠檬水是 fresh squeeze 的 lemon 来的哦，3块钱，所以你们会选择哪一个东西耶？然后我觉得说，如果是给我们来讲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去自己去准备好咯，不要说好像忽略啊这些东西啊，就是忽略啊这些中国的品牌，因为他们进来上真的是一个很局势，他们一来到上就是你如果是不能够跟他们竞争上，你真的是会被他们淘汰。优势来讲上，他们来到上，他们其实是想找一个很多的都是会找一些 partner 啦，回来啦，跟着这些中国的讲商家或者是他们来合作来讲上，其实第一上你也是能够提高你们自己的技术啦，就是他们会带进新的技术，新的更加好的技术进来，所以at least 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来讲上，能够提高我们本身自己的技术咯。所以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局势是这样啦。到最后我是觉得说自己本身要做的要有准备啦，要做好自己的东西啦，就是好像 for example 你的护城河你要做好，然后你的特点你要很明显的把它优化出来，这个是很重要咯。然后你的对手来不管是中国的或者是 local 的，你才能够有优势的去跟人家竞争。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是一种不可逆的一个趋势，所以本地的商家要有 aware 到先，要 make sure 好像 Alex 你提到这个护城河竞争力，也要去看到讲说 maybe 潜在一些需要做好准备的合作，因为敌人嘛，如果打不败 maybe 就要
合作了，这个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啊，要去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想要进来马来西亚市场考察本地市场的商家，你会给他们怎样的一个建议呢？商家们最重要的东西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文化 ，OK， 这是要了解当地人的文化。第二就是要了解政府的一些 rules and regulation 啦。OK， 我们讲到文化的东西先。其实，在大马我们都知道，我们有3大民族嘛，对不对？你的 product 拿进来，你的产品拿进来，是适合什么样的种族？就是有清真然后非清真，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东西。OK，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人民的接受度，就是 for example 我们去成都的时候成都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叫兔头啊 ，rabbit 的头就是他们会很喜欢吃 rabbit 的头。可是我相信你把 rabbit 的头从成都那边 import 进来讲我相信这里的人应该是不会吃 rabbit 的头这个东西文化中介。对，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些小吃，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到底我们这边的人可以适合吗？就是如果是我们要做清真的市场，是不是清真的市场，中国的清真跟马来西亚的清真一样吗？对不对？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把这个东西要 find out 得更加清楚咯。OK， 然后 rules and regulation 的东西就是好像说你们把你们 product import 进来，然后是不是需要有 licensing on 这个东西？就是好像酒类啊，你要duty的东西啊，你们要讲做，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全部都要，就是想要去了解清楚先才做这些东西咯。我们如果是来到Foolishes来讲好像我们能讲我们能够帮到那些商家做什么东西，就是 before 你的产品要大量拿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expo 里面就是做一些所谓的survey 啊。就是那些商家可以拿他的 product 来，就是在我们的人潮方面你可以给他们 try 了过后，如果是 OK 你才拿进来咯。价钱也是一样咯，就是几个东西啦，价钱、口味、团队、promotion 这几个东西，你都可以在我们Foolishes的那个 expo 里面来尝试 ，before 你把你的东西大量的拿进来。那么 Alex， 你觉得 F&B 行业未来5到10年的趋势会是怎样？有什么机会是年轻人可以抓住的吗？F&B 这一块呢还是挺 subjective 啦，因为现在的人就是比较注重健康，或者是比较注重那些叫做绿色的产品的东西了。OK， 现在因为我们的那个节奏是越来越快，然后再注重这些健康的产品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也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OK。对食物这个东西也不只是要吃饱而已，也是要有健康这个意思啊。你可以看我们根据那个Innova Market Insight 的那个推出的那个2024年的 Food 的那个 report，OK， 当中有提到全球 OK 3大要求 on food 就是42% 就是注重在于 protein 的东西啦。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都是对这些protein 的东西都是要求蛮高的咯。OK， 然后如果是我们真正的想要在这一块里面突破来讲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呢我们多一点努力啦。那么 Alex， 你对 Foolishes 未来5年的发展有这样的展望吗？在未来的5年里面我希望我们的Foolishes可以拥有自己一套完善的这个叫做行业的生态链 ，OK， 它就可以赋能更加多的 F&B 的 industry，OK， 商家不只是来参展而已，也能够从线上跟线下帮助到他们能够开拓更加多的市场。当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也希望说Foolishes在未来5年能够突破，能够冲出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我们能够到海外的去做参展。那么 Alex， 你觉得现代的年轻人生活中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的生活成本太高了。OK， 就是for example我们的那个薪资
你讲10年前多少钱，到现在多少钱，刚刚开始毕业的啦，其实我觉得都没有相差到多少吧，甚至20年前多少跟现在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罢了。他们现在的那个薪资他们就是不足够于给他们买车、买房、结婚。我对于这一点东西我有一点看法啦，就是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总觉得他们就是来打一份工而已，做事就是不需要这么拼命 ，OK， 完成自己手头上的任务就可以了，就是从早上9点做到下午6点就放工了，就是有时我们会感觉到就是放工了过后就一眨眼又跑掉了。其实我觉得他们没有错，只是我是在想，如果他们的心态只是打工而已啦，他们如何提高他们的薪资呢？他们如果是有这一个心态，只是说我来只是打工罢了啦。其实我们身为一个老板，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你都只是以那种心态来打工罢了吗？为什么我们要增加你的薪水，而你只是在你薪水以内的东西做那个东西不了吗？对不对？你要讲去到另外一个 level，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心态。你要做更加多，你的格局要更加多、更加远，而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老板，他们才能够看到你的付出，而才能够提高你的薪资，或者是把你的那个 position 从intern 或者是从刚刚来的 junior 升职到 senior assistant 或者是 manager 嘛。如果你的心态只是来打工罢了，你凭什么要叫你的老板，或者是你叫你的老板起你薪水，给你 bonus？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通常都会有这种通病啊。Of course， 现在年轻人他们也是可以想说，我不要打工，我可以做自媒体，我自己做网红，我可以赚更加多。可是如果你还是保持着那种心态，我觉得他不会去到很远哦。这个是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人给的一个 advice 心态一定要好，不管你是打工或者是你自己创业，你都要maintain 好你自己的心态。最后对于现在处于职业或者事业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正在面临这个人生重要的一个抉择了，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吗？要顺着自己的心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理想，趁这个机会去争取它，然后把你自己的格局放远。我相信这样做，你一定会离开你的目标越来越靠近。